回到酒店的房间，林浩从系统里买了一支钓竿，等到再度回到码头时，发现只剩下自己这一边的人了。来了来了，快点走吧！赵世庆催促道。他们人呢？已经走了，咱也得抓紧。于伐科看了一眼他提的钓竿包，你自己带了鱼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还带了渔网呢，啥都让你知道。切土鳖，骚货！两人对视一眼，然后不约而同地轻切了一声。刚刚的注意力全都在那帮人身上，此刻看着3个女人与自己一起上船，他这才打量了一眼。这一打量不得了，他居然发现了一个熟面孔。靠，这世界真小！这艘游艇还是不小的，整体长度应该有35米左右，再加上内部的装饰，显然花了功夫。在林浩看来，造价应该不低于2500万。他对这艘船的兴趣超过了旁边3个。此刻已脱了外套，穿着比基尼的女孩，倒不是说她不男人，主要是自己老婆还怀着孕呢，可不能对不起阿雪啊。于伐科叼着香烟，看向还有些忐忑的赵世庆。阿庆，若是我们输了，这艘船我就花3000万买下来。阿克怎么能？说到底，对赌还真是因为我引起的，咱就别啰嗦了。见他开口就是几千万，而且毫不在意的样子，3个女人的双眼都亮得吓人。于少，我叫 baby， 你也可以叫我安琪儿。于少，我叫芝，你也可以叫人家颖儿。于少，我叫娇娇。林浩看了眼被3女围着的笑得淫贱的于伐科，再度低骂了一声骚货。要说3个女孩还真的各有特色，最漂亮的当属 baby， 最高的腿最长的则是叨叨，而据皮肤最白，打扮得很萝莉，身体也最爆炸，妥妥的童颜那啥。喂，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是吧？还有我呢。赵世庆很不爽的道。我不是一直站在赵少身边吗？叫叨叨的女孩道。赵世庆一指不远处正在检查鱼竿的林浩。真正的林少在哪里呢？他是在提醒3个姑娘，还有一个客人千万别冷落了。3个姑娘讪笑了一下，但很明显谁也不想离于伐科太远，或者说相较林浩那干净的眼神，于伐科一身浪劲才符合他们心中对大少的印象。林浩没管他们，走到舵室和舵手沟通了起来。给我试试。舵手有些为难，人家是客人不好拒绝，但这毕竟关乎到全船人的安全。放心，我就是渔民出身，家里有几艘船的。舵手只得让开位置，小心翼翼地站在旁边。林浩接过舵，看了一下仪表盘，又将油门加到最大试了试，随即摇了摇头。配备的是2台650马力发动机，这样的船马力有点小了，最大航速连15节都上不去。他还知道现在同等体量的游艇设计航速能达到25节，可见这艘游艇有点落后了。舵手愣了愣，这才明白对方不仅懂，而且还是老手。搭配的是2台沃尔沃650马力发动机，林少真的好眼力。他微微调了一下舵，又试驾了一会，他这才让舵给对方。保持现在的方向，看一下水深，有个40米左右就可以停船了。好的，林少。听到林少这样的称呼，林浩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就要起来了，总感觉不干点欺男霸女、欺行霸市的事，都对不起这样的称呼。算了，入乡随俗吧。庆哥，对面是什么人？林浩找到赵世庆问道，一看就不是善茬，他还是蛮好奇的。通过赵世庆的讲解，林浩终于知道了对方的身份。对方姓李，当然不是首富的那家，但也属港城老牌的4大家族之一。仅从家族底蕴和财富积累来讲，现在的赵家还真比不上李家。不过对面的李俊熙是李家的3代，而且并非嫡孙，所占的股份一般。而赵世庆虽然也是赵家的3代，但他姐姐现在可是赵氏的掌门人，未来赵家的企业肯定会落到他的手上。对了，我们2艘船的目标区域不同，就不怕对方作弊吗？林浩觉得这种情况直接找艘船运点鱼过来，想输都难。赵世庆一指船头边坐着的一人，那是他们的人，丽叔也去了他们的船上。林浩这才恍然，刚刚还以为是游艇上的工作人员呢，原来双方还都派了监督员啊。聊了一会，赵世庆指了指3个女孩，看中了哪个你先挑，不然都便宜阿克那个衰仔了。这几天混得熟了，大家说话也变得极为随意。我还是算了，家里老婆怀孕了。赵世庆表情一愕，你比我和阿克都小，居然已经结婚了，干啥结那么早啊？人生少了很多乐趣的。其实他本想说结了婚偶尔玩玩也没什么的，但见林浩真的在这方面没兴趣，便没有再劝，只是也没和他再吹牛，毕竟和一个大男人在一起，还是比不上和软妹子凑一起有意思。于伐科这会可是左拥右抱上下其手，惹得3个姑娘不时传出娇笑的声音。又行驶了30分钟左右，舵手告诉林浩，这里的水深已经达到了要求，停船吧。林浩说着看了一眼海水，还好今天的海水不是过于清澈，太清的话也会影响鱼口的。林浩来到船尾部，船头与水面落差太高，抄鱼都不好抄的，毕竟这不是那种真正的钓鱼船，有专门的长竿挂钩和抄网。赵世庆的鱼饵倒是准备了不少，活虾、小章鱼，甚至是小螃蟹都有。他开始准备下竿，这会刚好在涨潮，流水有淡不及。第一竿他挂的是小章鱼，没错，他打算看能不能先搏鸡尾大货，
开始放线时，他喃喃地嘀咕着。我可是花了5000功勋值，老伙计，今天你得给力些。确定停船的于伐科和赵世庆倒也没忘了正事，一人提着一个鱼竿分列两边。这回的于伐科上身的 T 恤早脱了，只剩下来时穿的沙滩裤。他一边放线钓鱼，那个叫具的女孩手上还拿着防晒乳，在这货的上身擦着。旁边还有人摆过来一个小架子，上边红酒、水果皆有。另一个女孩则在喂他吃葡萄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林浩很想拿着手机拍张照，然后发给孙颖莎，看这货回京城后该怎么解释。赵世庆似乎是喜欢大长腿，所以他旁边站着的是那个叫叨叨的女孩子。这里的水深近40左右，这个深度蛮适合抽铁板的。但林浩暂时还是采用船底钓的方式，钓了大概5分钟，林浩的杆子终于有了动静。深水区刺鱼的动作一定要猛，因为鱼线过长，再加上水压的原因，如果采用淡水那种刺鱼方式，那么脱钩率会很高。等到一个大洞口，他猛地扬竿，随即便开始疯狂的收线。从吃口和发力的方式来看，不像是熟知的雕刻类，更不像石斑，倒有点像石雕的口。我去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！赵世庆大喜，虽说有于伐科给兜底，但就看李俊熙那嚣张劲，输了肯定会被奚落。于伐科端着红酒杯，摆出了一个庆贺的动作，引得旁边2个妹子一阵的尖叫。林浩那个气啊，鱼我钓的，逼全让你装了。不过无所谓，今天他这么大费周章，倒不是因为那赌注，也不在乎3个女人的归属，只因刚开始李俊熙那小子骂了他一句，没错，他就是这么小气，所以他才会不惜花费功勋值，重新买了一只新鱼竿，就是要好好发挥，教一教那孙子做人。系统的杆子，系统的线，再加上系统改造的身体，所以这回他压根不知道什么叫溜鱼，直接猛拔就行，也不管鱼拉上来会不会胀肚，胀肚只影响价值，又不影响重量。没一会，鱼被拉出水，居然是一尾3斤多的正三刀。看到是这鱼，赵世庆不淡定地惊呼起来：哇，3刀鱼来着，很贵的咩，1两至少上100块了。港城这边很有意思，他们计算东西的说法很多与内地不同，比如说他们的房子是论尺卖的，经常看电视听到1000尺豪宅，以为很厉害，一换算，锤子才92个平方，在国内你要说100平的豪宅，会笑掉人大牙。而他们所说的两，跟内地也不同，他们还是采用司马金制，1斤等于16两和605克，1两就是37克多点。不少内地人第一次到港城买黄金，听说1两黄金很便宜，就大买特买，结果回家一称，发现重量不够，就是此原因所致。林浩倒是很平静，快速将鱼解了扔向一边，接着再次挂饵。等钩放下水后，他正要拿毛巾擦手，下一刻一条毛巾就递了过来，他愣了愣接过，谢谢。我给你倒杯酒吧。不用，我喝茶。对方一怔，然后还真叫人帮忙端来了一个小茶几，就在他身边坐下给他泡起茶来。你不用管我，照顾好鱼少就行。林浩笑了笑，索性来一记狠的。